最讨厌的就是穷人还要去生育。那如果我们这一代都不结婚生娃的话，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怎么办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认为跟我没有关系。我23，北京理工大学职场管理。我是不婚主义，加上我绝对不会要孩子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想法呢？结婚意味着很多很多东西，生存压力也很大。面试有7家公司，大大小小，有上市的，有没有上市的。一开始面试环境都还挺不错的，然后直到他们知道了我已婚未孕之后，就态度会有所转变。他们就会说，那你这肯定要小孩呀，你有小孩，那现在劳动法那么保护孕妇，那我们不可能担这个风险，担这个责任的。现在好多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？关键还是年轻人压力太大，房子的压力，有孩子上学上幼儿园，这些花费太厉害了，养不起。现在一个孩子一家几个人来养，过去呢是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子，4、5口人都过来了，现在就不行。身在大沙海，看一下这幼儿园也倒闭了。今年很多兰州幼儿园开不下去，倒闭停园，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。未来也可能只会越来越难，因为出生率真的下降了非常的多。不过对于家长却是利好的，因为很多幼儿园为了生存，真真实实的学费降了很多。近来不生不育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了。过去10年间，中国结婚率几乎是一直在下降，去年更是暴跌近21%。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约为610万对。这是从1986年以来的最低的记录。在当前经济的形势压力之下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，导致新生儿出生人数持续的下滑，进而引发了各地出现幼儿园倒闭潮。根据中共教育部今年6月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，2024年全国幼儿园总数为25万所，较2023年的27万所减少了2万所，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超过50家幼儿园停止运营。我现在是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想要小孩，因为现在的大环境真的很不好，每个人找工作都是很难的，拿着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都很费劲。站在时代里，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，他们没有能力去托举一个新的生命。养孩子根本就不像以前的老一辈的人说的，就是家里多双筷子的事情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去陪伴一个小孩的成长要花很多的钱和精力，以及养育的过程充满了很多的无奈、挑战和减酸。博主小程说，他的孩子4岁，昨天去医院检查，他有近视100度，闪光200多度，还有点感统失调。我整个人都是很崩溃的，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。他说他自己好像还是个小孩子，可是又匆匆忙忙的却要养大自己的孩子。如果你不想生孩子，那你就不要去结婚。这是我身边所有已婚姐妹的血泪教训。在咱们中国，只要你结了婚，所有人都默认了下一步就是要生孩子。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以说你不想生孩子，大家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但是结婚以后如果你不生孩子，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好像欠男方家点东西。催婚的下一步它就是催生，生完一个还有催2胎的，如果生不出男孩，在有一部分地区还是要继续生。结婚就是默认女方欠男方家一个男孩。婚前一直说丁克的男友，你不要觉得他会一直跟你站在同一战线，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非常容易改变的。不生孩子是自私还是清醒？不生孩子是为你自己活着，要孩子是为了人类。现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，你抚养你吃什么？你生活来源是什么？孩子长大了，公安大学至少得花60多万吧？还有这班那班的，那都是穷人的一种压榨。比如我那姑娘10年前，公家幼儿园根本排不进去，我们就上了私立，就一个社区办的1个月3000多。你说这3年下来多少钱？你1个月这点工资，你还得给他送去。博主表示，他幸亏只生了1个孩子。如果要是生多了，他得成家立业，你得买几套房子呀，多少辆车？那咱们这一辈子啥也别干了，就给孩子当牛马了。30岁已婚不生娃有多爽？第一，经济压力小，不用准备奶粉钱，不用攒学费，只要攒够自己的生活费，就可以裸辞备考，去读研、留学、移民，让自己的未来有更多选择。
也不用买学区房，瞬间减少挣钱压力。第二，没有家庭矛盾，不用父母带娃，不用跟父母同住，深夜可以点外卖，犯懒也可以不收拾屋子，自己怎么爽怎么来。第三，少负一份责任。高考、考研我们都参加过，深知大城市上学有多卷。我们没有信心把孩子调教成学霸，也担心孩子没有学历而前途黯淡。博主表示，如果不生娃，那就不用承担生育对身体的负面影响，不用担心身材走样和衰老加速，也不用熬夜带娃，还得早起上班，更不用担心产后抑郁。其实呢，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孩而言，考学、工作、买房，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，让人有痛苦和压力。他说呢，作为一个人，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，但是作为一个女性，我却可以选择不把这样的世界介绍给一个新生命。博主葛海燕表示，20多岁的年轻人，你自己都没有学会怎么去赚钱，你就开始生孩子，那你觉得对孩子来说公平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给他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、教育环境？她跟她老公工资可能一个月加起来可能一个月都不到3000块钱，因为她已经生了6个孩子，大的已经上初中了，小的都在上那个小学，现在连给孩子最基本的衣服都买不起，真的。还有另一个也是一样的，20出头直接生了3个，现在她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办，怎么去养。博主说，很多身边的人都会问他，你都20多岁了，什么时候结婚呢？什么时候生孩子？他说，社会压力这么大，我敢生孩子吗？我敢去结婚吗？他觉得但凡你有点责任心，你都不敢去做这个事情，孩子生得越多，只会越来越穷。我的人生好像被备孕困住了，这个月是我失业的第3个月，也是备孕失败的第3个月。心态慢慢从一开始的放松愉悦转变成现在的煎熬焦虑。现在每天都在找工作还是等宝宝之间反复横跳。因为一来我不想当入职即怀孕的恶人，会陷入前人砍树后人暴晒的舆论里面。但是二来我又怕卷入备孕黑洞，万一我一直怀不上，那两头都没有着落，我会更加的焦虑。而且现在已婚未育的标签在身，无形中也是加大了找工作的难度。每次深夜想到这些，我只觉得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真的很不容易。博主说，每次深夜想到这些，他只觉得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今天呢，来聊一下30多岁的女人为什么会恐惧生育。我呢，在职场也12年的时间了，看到了太多的案例，尤其呢是职场女性休产假结束，你会发现很多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，升职的机会可能没有了，带好的团队呢可能跟了别人了，所有的机会呢都可能要从头再来。有了孩子之后呢，你还可能会遇到丧偶式育儿的问题，精力就会被分散。有多少女人是那么幸运，是先生跟你一起共担育儿任务的，还有父母对你的帮衬。所以内外交困，职场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、社会的压力，最可怕的是你自己还给自己压力。做一个好妈妈的同时呢，你还得做一个好的妻子，还得继续回归到职场中。所以姐妹们，如果选择怀孕，相当于你要重新对自己的人生做一次选择，要慎重。我其实是不想结婚的，但我妈妈昨晚跟我说了一段话，突然我就很想结婚了。妈妈说，孩子，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，表面看是很潇洒的，但是人生是走下坡路的，以后朋友只会是越来越少，你也会越来越孤单。我和你爸爸还在的时候，你还能有个家，等爸爸妈妈老了都不在了，你不仅家没了，连个精神寄托都没有了。博主说，妈妈告诉他，以后你生病了，身边也没有一个端水送药的人，逢年过节左邻右舍热热闹闹的，而你一个人冷锅冷灶孤苦伶仃的，你让我们怎么安心？天底下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？催你结婚也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是真的希望你能够幸福。干不了了，真的干不了了，没法干。我的整个占地面积11亩地，然后我的主体楼就3000多平，然后还有副楼，还有休息室，反正是幼儿园所有的配套设施我全部有。但是我们现在还剩100多个孩子，你说咋干？就是今年6月份我绝对全部关闭。你曾经最辉煌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？妈呀，我的最辉煌可辉煌了！我是2012年创办的这所幼儿园，我最辉煌的是我这那么大面积，我这里占了800多个孩子，在我们当地是最大的一所全日幼儿园。夏校长表示，800多个孩子是个什么概念？那个时候你到这里连下脚地方都没有，你走路都绕着小朋友走的，孩子超多，那种场面一去不复返了。
是的，我已经决定关闭这家幼儿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地教育的方明。今天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，向大家正式宣布，少安市西湖民族幼儿园做幼教的这23年来，见证了这段辉煌时，也经历了疫情期间的艰难曲折。北京向上万名家庭提供优质的学前教育，也得到了幼儿园彻底招不到孩子了，从以前的难招到现在的没人，短短2年时间，全国3万多所幼儿园彻底倒闭了，人口负增长彻底把幼教行业给干趴了。以前我们楼下幼儿园学位都抢破头，现在挂出来牌子暂停招生了，跟园长唠了2句，真是一把辛酸泪。现在你打骨折价，现在都招不到娃。2025年入学这批孩子，正好是口罩那几年出生的那批孩子，出生率雪崩式下降，直接给园长整破防了。以前一个班都得塞30多个孩子，你现在一个班能凑成10个都算比较好的了。博主高校长表示，公办幼儿园的招生老师天天在小区里面发传单，跟发小广告似的，太惨了。政府推行普惠政策，降低收费标准，把学费压得死死的，民办幼儿园根本就赚不到钱，很多幼儿园熬不过今年直接倒闭。幼儿园一关门，家长急的是团团转，满大街的都在找幼儿园。要是周边幼儿园全黄了，接送孩子得跑大半个城市，那就太辛苦了。这博主说，她是一个园长妈妈，做幼教26年，曾经非常的辉煌，经8所幼儿园，每所幼儿园都投了几百万，如今却面临着关门，她的心都碎了。一共开过8个幼儿园，到今天的这一刻，依然要面临关门的这个状况。如果你问我赚了有多少，我只想告诉你们，数不尽的眼泪和数不尽的汗水。这一路走来真的好辛苦，但是都很值得，因为孩子和家长喜欢我。但是今天幼儿园要关门了，很舍不得，但是很无奈。中国政府努力鼓励民众生育，首个出生率显著上升的城市出现了——湖北天门。2024年出生率激增17%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今年的上半年，天门继续领跑全国，出生人口同比增长5.6%。作为一个5线城市，天门竟率先破解了全球性的生育困境。它采用了什么办法呢？首先就是补贴力度空前，相比其他地区仅提供1-2万的生育补助，天门的奖励堪称顶格，包括一次性生育奖金、分娩补贴、每月育儿津贴，甚至购房补助。2孩家庭可以获得高达96300块钱，3孩家庭可以领到165100元，直接打入个人的账户。如果是教师或是医务人员，购房补贴翻倍至12万，3孩家庭最高可以获得285100元。以当地每平方米房价约是4000块钱来计算呢，相当于送出一套71平方米的住房。那么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补贴到账速度极快，有人甚至在出院前就已经收到奖励了。尽管各地纷纷出台婚育补贴政策，但整体结婚和生育率依然是持续低迷。面对高昂的婚育成本、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，许多年轻人普遍认为步入婚姻与养育子女的压力过大，难以承担。28岁在北京打工的小秦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表示，结婚生育补贴只是小恩小惠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法成家的问题。小秦说，不愿意结婚是什么原因呢？首先就是生活成本太高了。在北京来说，在这边1万块月薪已经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，但是如果是外地人的话，你想想看，1万块钱多少年你也买不起一套房子。比如说结婚生了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子每个月奶粉钱需要多少钱，都是很大的一笔钱呢。小秦进一步表示，生活在中国就像在一个大监狱一样，
她与身边的朋友都活得不开心，根本没有理由要生小孩，不想下一代像自己一样活着受苦。打工族不想要孩子，就连月薪过万的白领也不想要孩子。在上海工作的博主王小娜和老公都是90后，2个人月薪都超过1万块钱。但是王小娜在视频中表示，他们不想孩子，2个人能够在大城市活下来，已经用尽全力了。她说，不想生孩子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压力大，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13000多块的房贷压在身上，还剩下28年要还。如果房子便宜一点，房贷少一点，他们也许会考虑生孩子。另外呢，他们也实在是没有精力带孩子，因为他们的公司在上海，而他们住在昆山花桥，每天要花3到4个小时在通勤上，还经常要加班。下班回到家里只想睡觉或看剧，一想到还要带孩子，给孩子辅导作业就头痛。有网友可能觉得他们自私不负责任，但博主认为这是基于负责任的考量，他们才决定不生孩子。她说，她和老公都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，拼命想在1线城市扎根。如果要生孩子，就要在存款和心理方面都做好充分的准备，这样才能够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